那么大眼和 GDM 这场比赛也打完了，我赛前预测是大眼赢，但没想到 GDM 这场能发挥的这么好。首先，很多人就不明白为什么大眼不摔呀？就以前的大眼是会用脑子打比赛的，用自己的优势来应对对手的劣势。但这一场的话，就很多人摸不清头脑，甚至有些人觉得是假赛，觉得这是大眼故意让位的，来让马哈来拿双冠啊。我虽然也是预测错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阴谋论倒是不至于。就是其实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比赛啊，我觉得这确确实实大眼，首先就是大眼为什么会采取这个打站立的这个战术呢？就是不是上来就打摔。首先要知道一点啊，缠斗有分龙心缠斗和龙边缠斗，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觉得上一场大眼打华子啊，打摔节奏非常好，随便摔，这种表现你打个马达莱纳不是随随便便的摔吗？G5回合吗？就是在很多人眼里，就是马达莱纳打个伯恩斯都需要靠最后一些翻盘的，华子又比伯恩斯强，大眼打个华子打成这样，那打马达莱纳不是更轻而易举吗？这就是绝大部分人的理论吧。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到这场，再加之大眼这一场没有摔，所以说就很多人觉得啊，就是假赛了。但其实真的就了解技术的，你真觉得你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其中确实有蹊跷。就是大眼呢，他其实打华子，他一直都是压到龙边然后去摔，他那一场基本上所有的摔啊，基本上都在龙边成功的。第5回合发动了一次龙心的爆摔，结果还失败了。你仔细看比赛过程，你可以发现大眼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依赖就是龙网的一个，需要依靠龙网去发动爆摔的一个选手。然后 GDM 呢，它是龙边防摔相对来说不错，龙心会稍微差点，所以说就是他的防摔刚好撞到这个大眼的优势区了，这就让大眼得考虑考虑了。然后再加之这一次啊，针对性备战了，就是大眼其实也被 GDM 研究了很多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说。咱们回到最初始的问题，为什么大眼这场会打站立？可以去看一下大眼打华子那场比赛，其实在站立阶段大眼已经有优势了，就是节奏已经在大眼这一边了。大眼在站立上已经非常的压迫华子，就是这给大眼树立了很多站立自信，好吧。其实华子站立阶段就没打过摔，其实摔吧真的就是锦上添花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大眼就是对自己产生一种站立自信。但是在摔楼上呢，你可以注意到第2回合末就被华子反制了，然后第3回合甚至被华子拿背了，第4回合第5回合末都被华子挣脱，然后并拿到上位。第5回合末居然被华子还走开口了，就是这一点原因让大眼觉得其实他的摔楼吧就没有那么精湛。你打华子你多次被反制，说明你其实你的摔楼其实没有到那种很强的地步。然后大眼体能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他不是梅拉布，他在爆摔之前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为你爆摔失败对自己的体能是种消耗。你不像梅拉布他体能基本上无限的，就是梅拉布摔楼虽然说也不是很好，就不是顶尖的，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去摔，不断的去试错，因为他的容错率很高，用次数来弥补质量。再看看哈菲斯打 GDM， 第3回合都累得不行了，因为爆摔这玩意真的很耗体能。他这个要再加一个回合 ，GDM 包帮他给 K 了呀。伯恩斯那一场也是一样的，到第3回合呢，伯恩斯站立是完全打不了了，本身技术就超体能还不行了。说白了，这玩意确实是很耗体能的。你打摔咱就不说摔不摔得倒的问题，因为那个大眼他本身摔楼就没有像马哈布雷迪这种真的就很顶尖的。你就算摔倒了，压了一些地面时长，对你这个打摔对你这种体能消耗也是很大的。
说白了 ，GDM 说可能到比赛后半段的体能储备还更好一点，你大眼到后半段就不好受了。而且大眼他在打华子的时候，他的摔楼是憋了些新招的，毕竟在打华子之前，他基本都是打站立的再往前就是打神奇了，那都非常久。所以说他在华子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那个烟雾弹的，华子不知道这个大眼的这个新招所以研究对象有点不够参考的那个样本不够。但是这个大眼的那个龙边的东西那些摔楼在上一场已经被华子给试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势必也会被 GDM 拿来研究也就是这次针对备战就很成功把大眼的很多东西都研究了。说到这里大眼的定位就清晰了。很多人可能之前对他的印象是他就是纯正一个摔跤手站立有点拉胯，纯靠这个摔跤装裤裆。实际上他是一个站立摔楼各参半吧，50-50，可能略微偏一点摔楼，但其实差距不大。他的摔楼没有马哈布雷迪好，他的站立也没有马达莱纳那些佩奇那些好，所以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综合型的选手。他其实打纯站立比赛不少了打25分钟的站立直接打了很多次了。说到这么多我们回到大眼赛前的心理，你想想近期的安卡拉耶夫对阵佩雷拉，还有乌马尔对阵山德哈根，这些都是站立选手过于备战于防摔，导致忽视了站立，结果防摔是防住了，站立反而没打过的例子。可能大眼就在想，你马达莱纳肯定拼命练防摔、起身这些的，你的站立肯定也有练，但是可以在这上面碰一碰，会不会又出奇效呢？而且再加之主要的是他对自己站立足够自信，他确实觉得自己站立能打。上一场打华子还是打谁，前几场他树立出了一种站立自信，所以说这一场直接干站立来了。他知道这一场是个艰难比赛，因为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说了 GDM 比华子难对付，所以说这一场大眼打站立吧，我估计就是这么个回事儿。站立足够自信，打摔那一套又耗体能，你说不准的，等会打摔的，最后你体能又空档了，被一顿组合拳 K 了。所以说与其去抱摔消耗一些体能，不如开局直接纯干站立场。但实际上也正如前面所说也正如他所料，他的那个龙边缠斗吧，在大眼华子那一场很多的缠斗都被 GDM 团队研究了。就是第二回合的这个时候大眼他确实是想着那个旱地拔葱的，圈一条腿旱地拔葱，结果GDM 的备战很有效。还有几处其他地方比如说第4回合大眼终于又拿到了熟悉位置，不过 GDM 帮这个比如说第4回合大眼终于又拿到了熟悉的位置，不过 GDM 帮这个空隙压得很死，大眼腿勾不进去，不一会儿这个 GDM 就屁股翘起来了。大眼打华子那场状态拉满，而且有着信息差，你偷摸研究华子1年多了，都把华子研究透了，把自己憋了几年的鹰队学的老招全用出来缠斗那些东西。但是这回就给 GDM 的研究有的那个参考样本，所以说这是这个同样招数你总不能用第2遍吧。所以说也别说大眼怎么不摔你看他最近几场比赛打布雷迪和打伯恩斯全程打站立都赢了，然后打华子也是站立优势，在站立优势的情况下去摔的，而且他打摔被华子多次反制了，还被华子拉了背。而且你参考一下布雷迪打华子，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大眼跟布雷迪的地面的一个水平差距了。就是说对于他大眼这个摔楼水平以及他的体能储备来看，打摔真未必是更好的选择。